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江书瑶，你爸的衣物都在这，你负责清洗一下，别忘了还有几条贴身的，得手洗才行。我婆婆沈金花那特有的嗓音响起。前世我被我的丈夫陈文哲和沈金花联手从高楼推落，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。而今我竟然又回到了这个曾经的家，我竟然重生了。我急忙寻找与我相伴了6年的豆包，万幸豆包依然开心地摇着尾巴，在我身边亲昵地蹭来蹭去。看到他安然无恙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此生我绝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我和我在乎的一切。死丫头片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婆婆一边嚷嚷着，一边将满满一盆衣物塞到我手里。前世我总是委曲求全，努力去做一个好儿媳，每次都默默接下这些琐事，包括清洗公公的贴身衣物。但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不再是那个可以任意摆布的我了。我坚决地推开那盆衣物，对不起，这些我不洗，我觉得恶心。婆婆一听就急了，立刻双手叉腰，摆出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。恶心什么？这可是最贴身的衣服，怎么会恶心呢？想当年我们不给公公洗这些才是大不敬呢。我再也忍无可忍，一把抓过公公的贴身衣物，甩到了沈金花的脸上。妈，你这么说，我都想尝尝啃树皮的滋味了。说起来，你们那时候不是流行多妻制吗？要不我帮爸再找几个伴侣如何？婆婆被我气得一把扯下头上的内裤，干呕连连。她手指颤抖地指着我：江书瑶，你别太过分，你以为我不敢动你？我笑着打开手机录像，来，尽管动手，打完之后赔偿款可得备好哦。看着她铁青着脸离开，我心中暗笑，这一世我可不再是任人欺负的弱者了。惹毛了我，有你好看的。晚饭时，婆婆夹了只鸡腿给她宝贝儿子文哲，来吃点好的。这只不下蛋的鸡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。这老太婆又开始阴阳怪气了。看看别人家的儿媳，早就抱上孙子了，我老陈家怎么就这么倒霉，娶了个生不出孩子的媳妇？我和陈文哲结婚2年了，但一直没有孩子。一是因为我们还年轻，不想被孩子牵绊；二是婆婆老往我们房间跑，我哪还有心情？我随口对道：生什么生？你就知道生孩子，你要真喜欢，你和爸再生几个呗。现在70多岁生娃的都有。陈文哲不满地瞪我：江书瑶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她也是为我们好。婆婆继续冷嘲热讽：邻居王淑芬都说了，你们怀不上孩子，可能是你那条狗害的。我看还是把那畜生卖了算了。呵，这老太婆早就打上我豆包的主意了。我直接端起面前的一碗糖醋排骨，往我婆婆头上扣过去。她的头发瞬间沾满了油腻的汤汁，内心一阵舒爽。我婆婆愣了一会，然后发出了绝望的尖叫声：啊！江书瑶，你有病吧？我抬着头，撇了撇嘴：有病的是你吧？豆包相当于是我儿子，你怎么不把你儿子卖了呀？就算我和你儿子离婚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豆包出事。我用力地将豆包抱在怀里，重温着这久违的温暖。想到上一世的时候，我婆婆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，开始还骗我说是小羊羔。当我看到其中一个腿中有一枚钢钉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小时候豆包的腿受过伤，我带去医院给他的腿上打了钢钉，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那就是我的豆包。
陈文哲用力地推了我一把。江书瑶，你个死娘们，你以为我不敢和你离婚吗？我点点头。行啊，明天就去离婚。你们几个都给我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，这是我的婚前房子。陈文哲一直哄骗我说他的房子还在装修，他爸妈也有自己的房子。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结了婚。后来我才发现这都是骗人的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我看到婆婆对陈文哲使了个眼色，陈文哲立马改变了态度。瑶瑶，我错了，我怎么舍得和你离婚啊？我知道他们母子对我的房子有所企图。婆婆的脸上也堆满了假笑。对，书瑶，这都是小事，别放在心上了。家和万事兴嘛，家和万事兴是吗？看我怎么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。上辈子就是隔壁的王淑芬给婆婆出谋划策，让沈金花将我的豆包给煮了。这辈子我就要先下手为强，让婆婆和她先反目成仇。我先把豆包送回了娘家，拜托我爸妈帮我照顾一段时间，然后开始了我的复仇计划。公公陈志强和沈金花还有王淑芬都是小区广场舞队的。王淑芬有个习惯，白天喜欢在她家楼下一个人练习广场舞。我买完菜来到了王淑芬家楼下，果然不远处王淑芬一个人在跳着小苹果。我走过去，热情地拿了一袋青菜给她。那袋青菜表面是好的，里面都是一些烂掉的菜叶。王阿姨，我婆婆让我把这袋青菜给你，她说谢谢你这段时间这么照顾她。王淑芬也没推脱，笑了笑说，今天你婆婆怎么这么大方啊？平时谁动了她的东西就和要了她的老命一样的。我微笑着说，我婆婆这不是突然开窍了吗？明白了，你对她最好。对了，王阿姨，我帮你把青菜放进你的帆布袋去吧。王淑芬点头答应了。王淑芬平时会随身携带一只帆布袋，用来放手绢、水杯等东西。我将那袋子青菜放进帆布袋后，悄悄从里面拿走了一块手绢。王阿姨，我走了。和王淑芬道别后，我赶紧回家，将这个手绢放在了公公的外套口袋里。晚上吃完饭，我公公早早地准备出门溜达，我特地拿来那件外套递给公公，爸，外面凉，多带件衣服。公公接过外套，口袋里的手绢掉了出来，我假装毫不知情地捡起来，大声地说，咦，爸，你衣服怎么有一条手绢啊？婆婆听了，放下手中的碗，急匆匆地过来。她一看那手绢，认识，就是一起跳广场舞的王淑芬的。婆婆立马捏着我公公的耳朵，发出了尖锐的骂声。好啊，我就说你最近怎么每次吃完饭就急着要出去，原来是去找那个狐狸精啊。公公绷着脸解释说，瞎说，我明明是去公园里看那群老头下棋的。婆婆可不信，她直接拿着剪刀把那条手绢剪烂。我告诉你，陈志强，我早就发现你和那个狐狸精眉来眼去了，要不是你今天露馅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两个的奸情。我明天一定要好好去宣扬宣扬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王淑芬居然这么不要脸。第二天，我和领导请了个假，悄悄地在王淑芬楼下蹲守着。婆婆果然说到做到，一大早她就拉着公公来到王淑芬楼下理论。婆婆的大嗓门很快就引来了一大批围观者，她很是得意。婆婆指着王淑芬的脑袋，劈头盖脸地骂着，大家来看看呐，就是这个狐狸精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勾引我家老头子，真不要脸啊。王淑芬直接扔了一袋烂叶子到我婆婆身上，你说谁狐狸精呢？我可以告你诽谤啊！一袋烂叶子还当宝贝一样送，
这么抠门的人，我算是见识了。婆婆也不甘示弱，谁送你菜叶子了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把你手绢给我家老头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处处留情。王淑芬，你怎么不去卖呀？众人长吸一口气。沈金花的骂人本领可是方圆10里有名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王淑芬一直语塞，她生气地朝着我婆婆冲过来，双手抓住了沈金花的头发。我今天和你拼了！我婆婆也一口咬住王淑芬的手臂，两个加起来100多岁的人，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架，其他人也不敢去劝。后来还是小区保安来拉架，他们两个才停止。王淑芬和沈金花两人纷纷挂彩，我婆婆的假牙掉了好几颗，王淑芬的头发也被我婆婆拽了一大把下来。我在心里暗暗叫好，多多少少为上一世的豆包出了点恶气，虽然我知道远远不够。回到家后，婆婆又指着公公不停地骂，她把对王淑芬的怨气全部出在了公公身上。她一边骂公公，一边还手打脚踢。公公不堪其打骂，直接给了婆婆一个耳光。沈金花的脸上立刻出现了红红的耳光印。第二天，公公和婆婆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再后来，婆婆也被踢出了广场舞队伍，因为其他人更相信王淑芬的品质，认为她不是那种人，不会拿着自己的名声开玩笑。婆婆也成为了周围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这次她算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被狠狠地打脸了。沈金花，喜欢吗？我为你准备的可不止这些哦。自从公公搬走了之后，沈金花将所有的关注都放在我和陈文哲身上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念叨：江书瑶，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哪有女人生不了孩子的？想到上一世的时候，我和陈文哲在房间里刚想亲热时，我婆婆就突然开门进来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：别管我，你们继续。这我们哪敢继续啊？那时候脸皮薄，不好意思说破，我就只能委婉地说：妈，你能不能不要随便进来呀？我婆婆就会摆摆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这有什么？我是过来人，什么没见过呀？你们忙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而陈文哲也是站在他妈妈那一边，一口一个说着他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着急抱大胖孙子才这么做的。看吧，这是一种打着为你好的借口而进行的道德绑架。他口中的为你好，并不是真的为了你着想，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控制欲、成就感。说白了，就是把你当成满足他心理欲望的工具，压榨你的情绪价值，欣赏你在重压之下的崩溃。而且每次我将房门上锁，没过几天，那个锁就会莫名其妙坏掉。现在想来，估计这也是沈金花或者陈文杰的功劳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打算来个顺水推舟。这天晚上我回房间，陈文哲拉过我想和我亲热，我有点恶心，刚想找个理由推脱，婆婆听到声响就推开门进来了，还搬了把小凳子坐在门口。我假装生气地说：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谁都没注意到，我已经悄悄打开了手机的录音键。沈金花理直气壮：我倒要看看，为什么这么久了，我的大孙子还不出现？我叹了一口气，可是妈，你就这么看着我们，我们也没办法当着你的面继续啊。沈金花白了我一眼：我说过了，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好了。文哲，你说对不对？陈文哲赶紧点头，应声道：就是妈，您说的对。江书瑶，妈看一下怎么了？妈是过来人，懂得又多，她什么没见过？年轻时我妈可是养猪专家，
专门给猪研究配种的。我们要体会我妈的良苦用心啊！我直接反驳：你爱当猪就当猪去吧，我可没兴趣。陈文哲黑了脸，不悦地说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信不信我去找别人给我生儿子去？反正陈家的血脉到我这里不能断。沈金花立马喜笑颜开：儿子，你说的对，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不生，愿意给你生儿子多了去了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再说我儿子马上要升职了，到时候肯定有一大堆女人自动贴上来。江书瑶，你到时候别求着我们家文哲。没错，陈文哲有个好工作，当初这个岗位也是我让我爸托关系把他招进去的。沈金花还以为自己儿子多么优秀，想着升职是吗？那我就给你们准备一个惊喜吧。我借着吵架的由头搬去了书房住，沈金花也不避嫌，穿着单薄的连衣裙，和他儿子躺在一张床上，他们的聊天还在继续。沈金花，儿子啊，江书瑶和那个丽丽你怎么选呢？丽丽是他的初恋情人。陈文哲，丽丽听话，但是江书瑶家有钱。沈金花，要我说呀，他们两个都不如妈。陈文哲，对的，妈，要是你再年轻个20岁，我肯定选你。他们两个谁都没有你对我好呢。沈金花乐了，儿子真乖，妈妈平时没有白疼你呀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录音，一阵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他们两母子的感情可真好啊，好到我有点想吐。幸好我及时发现，我不会像上辈子一样深陷泥潭，任他们家拿捏了。陈文哲即将升职，他摆了几桌，特地邀请他的领导和同事参加。升职宴上，陈文哲侃侃而谈，感谢各位领导、同事来参加我小陈的晋升宴，相信我在岗位的兢兢业业，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话不多说了，千言万语尽在歌曲中。接下去由我为大家唱一首《爱拼才会赢》，送给大家，也送给一直努力的自己。伴奏音乐响起，陈文哲举起话筒，开始深情款款的演唱。结果大家等来的不是他的歌声，而是一段炸裂的对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信不信我去找别人给我生儿子去？反正陈家的血脉到我这里不能断。儿子，你说的对，这只不下蛋的母鸡不生，愿意给你生儿子多了去了。我儿子这么优秀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再说我儿子马上要升职了，到时候肯定有一大堆女人自动贴上来。江叔，你到时候别求着我们家文哲瑶。儿子啊，江书瑶和那个丽丽你怎么选呢？丽丽听话，但是江书瑶家有钱。要我说呀，他们两个都不如妈。对的，妈，要是你再年轻个20岁，我肯定选你。他们两个谁都没有你对我好呢。儿子真乖，妈妈平时没有白疼你呀。全场寂静，大家都默契的没有发出声音，只剩下陈文哲一个人，正在深情的演唱着。他戴着耳机，闭着眼睛听着伴奏，完全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。众人纷纷摆出一副吃瓜的样子。等陈文哲唱完，放下话筒，他还意犹未尽。他以为等来的会是大家的赞赏和欢呼声，结果他发现事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领导脸色铁青，比隔夜的猪肝还难看。同事们呢，憋笑憋不住了，就纷纷开始畅所欲言。还有很多人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。天哪，看不出来，陈文哲居然是这样的人。恕我直言，实属有点变态了。出轨、恋母，他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陈文哲一听，感觉不大对劲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江书瑶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摆摆手，笑眯眯地说：哎呀，本来想放你的歌声的，不小心把上次你和妈的聊天声放了出来，
陈文哲咬牙切齿地怒吼道：“我妈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小贱人！”他将话筒用力朝我这里砸过来，被我灵巧地躲开，然后话筒砸中了后面的领导，领导彻底黑了脸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掉入了我的陷阱中。他赶紧跪在领导面前道歉：“王总，我错了，下次我肯定不会这样了。”领导一言不发，面无表情地走了。后来，陈文哲因为道德品行有问题，升职请求被总部驳回，将他调到了其他的清闲岗位，无异于变相的降职。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情过后，陈文哲和我婆婆会对我恨之入骨，结果他们的不要脸程度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和陈文杰提了离婚，他死活不同意。我知道他内心的如意算盘，我的房子属于婚前财产，如果陈文哲和我离婚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按照他们的个性，肯定要在我身上捞上一把，才会善罢甘休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文哲一改往日的懒散，这天破天荒的给我做了一大桌菜。老婆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已经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，我们都要朝前看。这个房子是我们共同的家，所以我想这个房子能够加上我的名字，让我们一起共同维护好我们的小家，好吗？我吐了，好大脸呢！不仅加你的名字，还要加你妈的名字。我假意应下，算算时间，陈文哲的白月光，薛丽丽差不多该来找他了。这天，陈文哲和沈金花神神秘秘地出去了。我在家追着剧，突然门铃响起，我去开门，发现是陈文哲的一个文件，上面写着健康男子医院。我好奇地打开看了一下，是陈文哲的检测记录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无精症。原来我一直没有怀孕的原因根本不在我，而是因为陈文哲有无精症。想到上一世我为了怀孕，每天一袋又一袋的灌中药、做针灸，还要忍受婆婆在耳边穿的冷风。如果是干干净净的好女孩，怎么可能怀不上呢？可怜了我儿子喽！当时碍于情面不敢发作，现在发现原来都是他儿子自己的问题呀。我悄悄地将这张纸收藏了起来，直觉告诉我，日后必有大用。没过多久，陈文哲和我婆婆回来了，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小腹微微隆起的女孩。我一眼认出那就是陈文哲的白月光薛丽丽。陈文哲有些心虚地给我介绍着：“舒瑶，这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丽丽，她现在怀孕了，没人照顾她，我妈就说把她接过来照顾。”沈金花连忙应着：“对对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也可怜。”我冷笑地说：“这是照顾远房亲戚，还是照顾自己儿媳妇啊？”陈文哲立刻黑了脸：“江舒瑶，你瞎说什么呢？”薛丽丽马上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双眼含泪：“呜呜明，如果姐姐不同意，我可以走的，不给文哲哥哥添麻烦了。”沈金花眼睛瞪了我一眼，不满地说：“没事，丽丽你就住这儿吧，我儿子这点权利还是有的。”我在心里偷笑：“陈文哲，你不知道你头上顶着青青草原吧？还有，你的白月光找你的真正目的，并不是为了和你藕断丝连哦。上一世的时候，薛丽丽就来找陈文哲，她的目的就是希望陈文哲能够和她一起做大买卖。那时的陈文哲吃我的花我的，每天打扮得人模狗样，花钱也大手大脚，让薛丽丽误以为她变有钱了。上一世我没同意，并且强烈反对，所以陈文哲没有机会和薛丽丽一起实现暴富的梦想。陈文哲还记恨了我好一会，后来没多久，这个项目就爆雷了，所有人的投资血本无归。没想到这一世，薛丽丽更胜一筹，
假装怀孕，让陈文哲误以为孩子是他的，从而更好地拿捏陈文哲。现在的我不仅要好好支持他们，更要让自己及时脱身。当陈文哲拿着项目计划书递给我的时候，我随便扫了2眼，就开始不停地夸赞：好，老公，这个项目真好，一定能挣大钱。陈文哲一脸兴奋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然后他又装作非常委屈的样子：老婆，我现在手上没有多的流动资金，你看你那里能不能把这房子卖了，然后钱用来投资，这个项目100%不会亏。丽丽也是费了好大劲才弄来一个名额给我们。陈文哲脑子不傻，知道这样就能将我的婚前财产变成夫妻共同财产，然后还能趁机赚笔大钱。对于他来说，稳赚不赔。我点点头，装作一副很认同的样子。老公，你说的对，这次机会我们不能放弃。这套房子我可以卖，但是你也知道，现在楼市低迷，卖不出好价钱。要不你问妈借吧，妈他们不也有个老房子吗？抵押一下，反正也就这么几个月，等这个项目到期了，到时候我的房子也卖了，我们就把这些钱还给爸妈，再用这笔钱再买一个房子，写我们的名字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陈文哲一听，有点犹豫，这样子好是好，就是到时候我爸妈抵押房子的钱，会不会变成了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？我明白他的意思。陈文哲这种人，满脑子就是自己，唯恐他的利益被我瓜分了去。我赶紧说，这样吧，要不我们先假装离婚吧，这样你赚的钱还是你的，我的房子卖了以后就我们一起用吧。陈文哲两眼立刻放光，拉着我的手，含情脉脉地说：老婆，你真好，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你一个。我花了好大功夫才忍着没吐出来。我想了想又说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错过了可惜，你要不再去借个几十万吧，到时候房子卖了，这个钱我替你还，我们要趁年轻多挣点钱。陈文哲点头，老婆，你真聪明，我都听你的。就这样，我和陈文哲离了婚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接下去，陈文哲所有的后果，他都将自己承受。陈文哲以为我不在，找到沈金花，偷偷摸摸商量着什么。陈文哲，妈，你的房子先抵押一下，这笔钱我们投到丽丽的项目去，到时候再把江书瑶的钱骗过来，然后我就和丽丽结婚，再把她肚子里的儿子生下来，您呢就等着抱孙子吧。沈金花听了，连连称赞：好，好，就这么办，我终于有我的大孙子了。就这样，陈文哲将沈金花的老房子抵押了50万，又向高利贷借了50万，一共凑了100万，交给了薛丽丽，将自己彻底推向了死局。到了项目快爆雷的前几天，我和公司请了年假，同时我又和陈文哲说要出差一段时间。陈文哲自然乐意，我打包好行李，带上了我的豆包，踏上了旅行之路。所以当这个项目爆雷的时候，我正在马尔某夫悠闲地晒着太阳。陈文哲的电话一直打来，当他打了几十遍后，我接起。陈文哲惊慌失措地说：老婆，你在哪里？项目爆雷了，所有钱血本无归了，现在高利贷那里一直在问我要钱。老婆，你房子卖出去了吗？赶紧帮我还债呀！我轻启红唇，慢悠悠地说：谁是你老婆呀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陈文哲开始变得凶神恶煞。江书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拍拍屁股不想管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打什么算盘，把我的房子骗我后，然后和你的薛丽丽结婚是吧？对了，好心提醒你哦，你可能当了便宜爹了。你的无经证证明
我放在小区的信箱里哦。然后我就挂了电话，将陈文哲拉进了黑名单。再后来，就听说高利贷来陈文哲公司追债，给公司造成了非常差的影响，他就被辞退了。那群人又上门讨债，沈金花爱子心切，和小混混对骂，结果被那群混混狠狠揍了一顿。沈金花被打得全身骨折，浑身是血，昏迷了过去。经过医生抢救后，据说大概率会成为植物人，床就是他以后的归宿了。不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恶人不值得同情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自食恶果。度假半个月后，我坐上了回去的飞机。下飞机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推送：一男子因怀疑自己并非孩子亲生父亲，将怀孕女子砍伤后潜逃。新闻中具体写道，该女子带领该男子一家人参与网络暴雷项目，100来万血本无归，并欠下高昂债务。这不就是陈文哲吗？我怀着好奇心继续往下看。文未环写道，该男子砍伤那名孕妇后潜逃不知所踪，至今还未被警方抓获。不知怎地，我心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这2天，我和豆包都暂住在我娘家。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房子，联系了房屋中介，准备将房子出售。这日，我带着豆包在小区散步，却发现忘了带处理便便的塑料袋。考虑到回家取袋仅需几分钟，而豆包又享受在阳光下，我便将它拴在了消防栓上。豆包要乖乖的哦，妈妈马上就回来。豆包温顺地回应了一声。然而，当我回家取来垃圾袋，准备下楼找豆包时，却感到身后有人鬼鬼祟祟地跟着我。我回头查看，却突然被重物击中头部，顿时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手脚均被紧紧捆绑。江书瑶，你可算醒了！一个冷酷的声音传来，竟是陈文哲。他手持尖刀，缓缓朝我逼近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我大声质问。陈文哲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中的尖刀，目光凶狠地盯着我。都是因为你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我妈也成了植物人。他怒吼道。还有薛丽丽，她竟然背叛我，我应该杀了她。他转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而你，江书瑶，你这么有钱，却不肯帮我，你们都该死！面对这样自私自利、推卸责任的人，我心中满是鄙夷。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们的。我冷冷地看着陈文哲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输吗？因为你贪婪、愚蠢、自以为是。你遭遇的所有不幸，都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。突然，我听到了豆包的狂吠声，这说明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。陈文哲也听到了豆包的叫声，他皱了皱眉头，这只死狗怎么阴魂不散？豆包一直在外面拼命叫着，似乎在提醒我有危险。陈文哲听到豆包的叫声，脸上闪过一丝担忧，他怕我的行踪因此暴露。小畜生，等老子宰了你！他恶狠狠地咒骂着，举起手中的尖刀。不要伤害豆包！我大声呼喊着，试图阻止他。然而，就在陈文哲准备冲出去的时候，豆包的叫声突然停止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幸好豆包及时躲过了这一劫，但心中也难免有些淡淡的失落。陈文哲的双眼已经变得猩红，他愤怒地在我脸上划了一刀，鲜血顺着我的脸庞缓缓流下。江书瑶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要拉一个人陪葬。他疯狂地咆哮着，我毫不畏惧地盯着他。不，你错了，只要你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。陈文哲，你一辈子都只能做一个卑微的臭虫，
永远在地底下阴暗地爬行。我嘲讽道。陈文哲的表情变得更加狰狞可怕，他再次举起手中的尖刀向我刺来。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。不许动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武器。突然，门被猛地踹开，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来，枪头对准了陈文哲。很快，陈文哲被警察制服在地，我手脚上的绳子也被警察迅速解开，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这时，豆包突然冲了过来，一下子跳进了我的怀里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心疼，仿佛在说：“别怕，我回来了。”我紧紧地抱着豆包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原来是豆包发现我不见了，他就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我。后来在这个仓库闻到了我的气息，于是他赶紧跑回去，狠狠咬住了邻居大婶的裤腿。大婶感觉不对劲，就报了警。警方根据我楼下的监控视频，发现了我处境危亡。我就这样被我的豆包救了。他不停摇着尾巴，好似正在求奖赏。我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。豆包，谢谢你。我接下去就要过一人一狗的日子了，未来的生活一定很美好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前夫执行死刑那天，我带着女儿去见他，看到我和女儿，他眼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和张赫过得很好，而你被车撞死了。我看着他，你梦到的是前世，是吗？前夫狞笑起来，真可惜呀。是啊，挺可惜的。前世，你们从我这里骗走了一切，弃我若驴，今生却一个个不得好死。我一直记得我死去的那天，那天下着鹅毛大雪，我在凌晨的雪地里努力地清扫着积雪。当那辆车开着刺眼的远光灯，失控地朝着我飞驰而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的是，终于解脱了。然而，承受了身体剧痛过后，再次睁开眼的我，重生在了因为前夫出轨而激烈争吵的那天夜里。前夫一脸疲倦地回到了家，见我抱着孩子坐在客厅里，还没睡，他问道。我温柔地笑了笑，我给你刚热了饭菜，饿了吧？去吃点。前夫眼神闪烁，脸上露出一抹愧色。我先洗个脸。我看着前夫的背影，心里一片冰寒。前世他出轨了同单位的女同事，就因为我不同意离婚，他直接带着行李离家出走，和那个女人同居。其后的20年里，他不断地向我提出离婚。我咬着牙关，不想让他和那女人如愿以偿，就这么独自一人养大了女儿。然而，讽刺的是，我含辛茹苦养育长大的女儿，却和前夫联合了起来。他们父女2人先逼着我离婚，然后又以女儿欠债和夫妻婚内财产的借口，逼着我把房子卖掉。我不忍心女儿被人疯狂追债，终究还是答应卖了目前居住的房子。房子卖了240万，我们3人平分，各自拿了80万。而前夫拿到钱之后，居然开始每天来看我，有时候他还会给我搞卫生、烧饭做菜。看着他，我感觉好像回到了新婚的时候。那时他下班回来，也会主动的扫地洗碗，有时候还会简单的炒几个菜。女儿也天天过来和我一起吃晚饭。我们一家3口，好像这30年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。我突然觉得失去了房子，好像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但是这份幸福终究是我的幻觉而已。现实是，女儿为了买房子跟我借钱，接着前夫又来问我借，说是生意失败，欠了别人的钱。他可怜巴巴地跪地求我念在夫妻一场的份儿上，帮他一把。我借了，
把剩下的钱全部借给了他。这父女二人借到钱之后，相继销声匿迹。我试图找过他们，女儿避而不见，而前夫则是让他的那个女人来应付我。那个女人用世界上最尖酸刻薄的话骂我，把我赶走。我没有了那80万，只能凭着微薄的退休金，租着廉价的房子过活。因为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看病吃药，在家生活，退休金捉襟见肘。我找了一个清洁工的工作，一直到被车撞的那天为止。而现在，前夫吃着我特地给他做的饭菜，看着我哄着女儿吃奶，他脸上的神情很复杂。那晚，我没有像前世那样揭穿他加班的谎言，自然就没有了争吵。但是这一天迟早会来到，我会好好准备。回想和前夫从恋爱走到婚姻，总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。那时怎么会觉得等待是情深的表现？前夫因为流氓罪坐牢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我会等他出来。当然，我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坐了5年牢，出来后我们就低调的登记结婚了，就连酒席都没有办。前夫说办酒席什么的就只是给别人看的，没必要，只要我们2个人真心在一起就行了。我想他说的对，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有没有酒席根本不重要，更没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婚后，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在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发现前夫的老毛病可能又犯了。他最开始说要加班，经常晚归，后来前夫同单位的邻居总是拿奇怪的眼神看我。我不傻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眼睛里除了好奇，还有怜悯。再后来，他们开始尝试着与我搭讪。芳芳妈，你老公最近很忙哦。我笑笑，是啊，很忙，经常加班。男人啊，忙呢是好事，但有时候也不是好事。邻居们欲言又止，于是我猜他们可能知道了点什么，因为此时他们看我的眼神不仅仅是怜悯了，还有几分幸灾乐祸。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很可怕的。我在家坐不住，抱着女儿偷偷地去了她的单位，亲眼看到她和一个女同事说说笑笑地离开。我跟着他们走了好久，眼看着他们进了一个小区的单元楼，有个大妈看我抱着孩子，一脸的同情，好心问我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问大妈：“刚才那2个人是住这里的吗？”大妈露出鄙视的笑容：“哦，你说的那个女的住这，男的是她的新姘头。”我如遭雷击，抱着女儿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那个小区。前夫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过和他离婚，也想过不如抱着女儿一头撞死。思来想去，女儿的啼哭让我清醒过来，这日子总得过下去。为了女儿有完整的家，我也得忍着。前世的我真傻。此刻，我坐在床边，看着已经入睡的前夫，看着他满脸的疲惫，慢慢伸手到了他的脖颈处。我可以现在杀了他，但这会弄脏我的手。今生我要你和你的女儿生不如死。我托人从港市买了一台最新款的傻瓜照相机，就我一个手掌大小，容易放包里，也容易藏在家里不被发现。最重要的是，傻瓜照相机只需要按下快门，就可以把想要拍的东西拍出来。准备好了照相机后，那个女人的小区我又去了几次，从小区大妈们的口中得到了不少的信息。她是大妈口中的破鞋专业户，离婚独居，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家。我的前夫是她的新欢，他们2人经常在傍晚时分一起买菜回家。光是小区的大妈就在附近的菜市场以及小区里碰到过好几次。其中最看不惯那女人的大妈就住在她房子的对门。我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和那大妈套近乎，跟她十分熟识的时候，
我表露了我的身份。大妈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随即同情地握住了我的手。闺女，你的老公真是瞎了狗眼。我故意凄楚地点头。您能帮帮我吗？大妈点头。好，你要我怎么帮？我想和他离婚，如果有他在外面乱搞的证据，我就可以让他1毛钱都拿不到，直接滚蛋。大妈眼睛亮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这种男的就该让他光溜溜的滚出去。我拿出了傻瓜相机。那您能帮我拍几张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吗？可我这年纪大了，不会弄这种高级的东西啊。大妈为难了。不难的，我教她使用，只要摁下这个，听到咔嚓的声音，照片就拍到了。大妈按着我教的练习了几张，笑了起来。哎呦，还真是很容易呀。拜托了大妈帮忙之后，我就离开了。接下来我需要等待。大妈帮我拍满了一卷胶片，交给我的时候，她还有点不安。你看看，不知道我拍的能用不？我笑着安慰她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一张能用的就行。实际上，大妈的摄影技术超出了我的预料。36张胶片冲洗出来后，将近一半的照片是成像清晰，并且内容详实的。照片里的前夫和那个女人卿卿我我，搂搂抱抱，仿佛浓情蜜意的恋人。最精彩的当属一张亲嘴的照片。夕阳下，两人站在女人家的阳台上，搂在一起亲嘴。镜头的角度是从大妈家窗户斜着拍出去的。如果那里面的主人公之一不是我的丈夫，我高低地称赞一句拍得唯美。我拿着照片算算时间，前夫应该很快就要和我提出离婚。我亲爱的前夫，这一次我应该爽快答应呢，还是故意拖你们20年？果然，几天后，前夫大概是无法抵抗那个女人的强烈要求，和我提出了离婚。我不同意。前夫轻蔑地笑了笑。你以为不离婚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他走进卧室，整理起了他的私人用品和衣服。前世，他也是这样拖着行李离开，这一走就是20年。期间，他曾经回来要求和我离婚，但我都以女儿还小为理由拒绝了。前夫拖着行李走出了卧室，我抱着女儿看着他，他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就一个人住着吧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好。我的平静让他讶异，前夫眼中闪烁着思索。你不挽留我，我留你，你就不走吗？呵，做梦！前夫冷笑。我和你结婚，那是没有办法。要不是你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你在等我，我至于吗？我垂眼笑了笑。是啊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我痴心不改地等着他，一等就是5年。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轻轻地说道。前夫脸上露出好似被我戏耍了的怒色。你这个疯子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他拖着行李夺门而出，我看着他离开，听到女儿啼哭的声音，无动于衷。前夫离家和那个女人去同居了，我要做的就是继续等待，等待他忍不住和那个女人去登记。前世我也是在那个女人的咒骂中才知道，他们其实早就登记结婚了。时间就在前夫离开家的3个月后。前夫此时还不知道，重婚罪即将在5年后重新定义和施行。他和那个女人一个都跑不了，而我恰好非常有耐心，不过是又一个5年而已。5年后，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，我给她买了好看的粉色书包和文具，上面有可爱的公主图案，又给她穿上白纱的公主裙。女儿开心地拉着我的手去学校报到，引来了不少小女孩羡慕的目光。她得意洋洋地对着我摆摆，一蹦一跳地跟着老师进了学校。前世女儿很渴望要这些，但我没有给她买过，还教育她生活要朴素。其实是因为我没钱，我为了独立抚养她，不得不调了一个时间自由的工作。
导致收入锐减，光是维持生活就已经很吃力。我记得我的钱被前夫骗光之后，走投无路去找女儿，女儿用带着讽刺的眼神看着我。我小的时候，你虐待我，不管我喜欢什么，你都说没钱买，你难道不知道女孩子要富养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会欠下几十万的债？那都是因为我的童年需要大量的钱来弥补。你现在想要我给你钱，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啊？还想我还你30万？那是你欠我的，是你应该给我的补偿。我亲爱的女儿，这次我满足你。我目送女儿进了教学楼，眼神冰冷。前夫离开的这5年，我借着前世的记忆，去乌市批发了不少新潮的发饰、首饰，拿到夜市售卖，用卖这些小玩意的钱，积累了第1桶金后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2间商铺，一间出租，一间我自己做。我的运气还可以，通过5年的积累，不再像前世那样因为钱捉襟见肘，所以我真的富养了女儿。她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什么，只要钱能够买到的，绝对不是问题。随着我的生意慢慢稳定，我又有意识地结识了不少房产方面的人脉，只等着新的信息出现，就出手入场投资。当然，赚钱之余，我可没有忘记我那位离家多年的好老公。今年刑法即将对重婚罪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和量刑，想到这个，我心里不禁升起了小期待。女儿的学校给我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弹一桩声音，电话里老师说他打伤了同学。我放下生意赶过去时，就看到女儿的公主裙被撕得乱七八糟。她看到我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他们都欺负我。”我走过去，看到了3个同样狼狈不堪的小姑娘。女儿指着那3个小姑娘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他们骂我没爸爸，我有爸爸的，明明爸爸经常来看我的。”说完，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怯怯地看向了我。我摸摸她的脑袋，我当然知道前夫偷偷地来看她。前世，女儿会和前夫狼狈为奸，就是因为前夫和那个女人一直用小恩小惠勾着她。女儿曾经在我面前失言，说那个女人比我更温柔、更好。老师满脸忧愁地告诉我，你们家姚一的脾气真的太差了，这次的事情确实是他们的错，但是他竟然二话不说就把铅笔盒砸到那个同学脸上。那个同学现在已经去医院了，原来被打伤的并不在学校。我哼了一声，既然是他们的错，就让他们给我家姚一道歉。老师愣了愣，姚一妈妈，她可是把同学脑袋砸出血了呀，那也是他们先骂人啊，我们姚一正当反击而已。女儿咧嘴笑了，就是他们每天都骂我没爸爸，说我是没人要的。我闻言故作生气，什么？他们这么骂你？3个小姑娘看到我的怒色，都吓到了，安静如鹌鹑。对，他们都骂的。女儿得意洋洋地说：“你们看到了吧？我妈妈生气了，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老师见我和女儿如此嚣张，眼底满是鄙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姚一妈妈，不管怎么样，打人肯定是不对的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？我们家可以赔。老师无语了。事情的处理结果就是，在我的强力护载下，3个小姑娘被迫向我女儿道歉。至于那位打伤的孩子，则是通过老师送去医疗费和营养费。经过这件事后，女儿在班里逐渐胆大妄为起来。她用我给的零花钱买同学的作业抄，还买了2个小跟班，各种耀武扬威。当然，她的成绩也一落千丈。我什么都知道，冷眼看着她成为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问题学生。其实前世也出过这样的事，我当然心疼女儿受委屈，也护过崽，
但没有这样过分。女儿那时还是听我话的，她努力的学习，考上了不错的初中和高中，而现在按着她的成绩，能上个职高，那得姚家祖坟冒青烟才行。没关系，我会负责摁灭青烟的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年底关于婚姻法里的重婚罪修正内容正式施行，我请的方律师开始工作。我把这些年积攒的证据全部交给了他，证据很多，有前夫和那个女人的婚姻登记记录，他们出轨时的照片，同居地邻居的实名证言等等。方律师很惊讶，你竟然准备了这么多年。我笑了笑，他不知道，从前世算起的话，我准备的不仅仅是这么多年而已。重婚罪可以自诉，也可以公诉，反正殊途同归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公诉，我坚定地说道。方律师点点头，和我去了一趟我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报案。派出所很快就受理并立案调查，前夫和那个女人受到了传唤。前夫在去派出所前，和那个女人直接冲到了我的店里。你这是要我死是吗？我看着胡子拉着、双眼通红的前夫，对，你够狠的，彼此。前夫冲上来要打我，我淡定地说道：你敢打，我就让你坐牢，你信不信？前夫犹豫了，那个女人尖利地喊道：峰哥，打呀，为什么不打？他都报警要抓我们了。我冷笑：姚峰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有案底的。前夫怒视我：你不用得意。那个女人生气了：就算有案底怎么了？我们又没有犯法，你怕什么？前夫脸上划过一抹尴尬之色，拉着她的手往店外走。那个女人甩开他的手，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：你这个没人要的，你有本事就别缠着我老公。你以为你报警说我们重婚，他就会乖乖跟你回去了呀？做梦吧！我笑了，指了指店里的硕大的一个监控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老公，他是老公。是，怎么样？那个女人趾高气昂，一副胜利者的样子。我和姚峰还没离婚呢。我笑了。你们结婚了？那个女人正要说是，前夫揪住那个女人，狠狠地拉着她出去。真可惜，我心说，差一点就有新的铁证了呢。前夫和那个女人去了派出所后，两人矢口否认了重婚的事实。方律师给我打电话：你知道他们的那个结婚证是假的吗？我一愣：假的？对，姚峰坦白说，他的结婚证是为了哄张赫高兴，花钱去做假证的地方办的。我气笑了：姚峰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难怪他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不懈地要和我离婚，原因在这儿呢。不过没关系，重婚罪的认定也不只是凭着一本结婚证而已。我积攒准备了这么多年的证据，能够证明他们属于事实婚姻。前夫和那个女人虽然没有登记结婚，但公安机关也没有那么容易放了他们。派出所那边负责案子的警察同志和我这边联系，告知了我和方律师案件的进展，重婚事实的认定，需要的证据我们这边也提供了出去。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，也去走访了前夫和那个女人居住的小区。重婚，板上钉钉。你真的要请媒体吗？方律师问。是的，我要请媒体来采访这件事。前世网络自媒体发达，媒体为了抢新闻，经常不查证就直接发布，导致媒体在公众的威信力急剧降低。现在的媒体报道还是被大众所信任的，所谓的无冕之王。我要前夫和那个女人臭名远扬。我们本地的几家媒体在接到方律师打去的电话后，和我约定了采访的时间。采访这天，我特地给女儿请了假。回到家，约好的2家报社和3家电视台记者已经到了，他们正在我们小区里采访。
我们住的是前夫单位分的小区，大部分是认识我和前夫的，他们纷纷为我打抱不平。孤儿寡母的，好可怜的，这么多年，姚峰也不来看他们。是啊，可怜得很。你们真的要好好报道一下，这没良心的男人丢下自家老婆孩子和别的女人去了，真是道德败坏。没错，影响社会风气，太恶心了。女儿生气地冲过去，不许这么说我爸爸，我爸爸是大好人，他和阿姨都是大好人。邻居们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同情之色，在他们眼里，老公跑了，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还向着他，简直是太惨了。我苦笑着和他们打了招呼，就带着记者上了楼。记者们先拍了一下家里的环境，这套房子我前年刚装修过，你老公离开后还给你生活费吗？我摇头。女儿8个月的时候，他走了就没有回来过，更没和我见面，怎么可能给我钱？女儿愤愤地喊：你胡说，爸爸给我钱买糖吃呢，阿姨也给我的。我看了女儿一眼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他们可能偷偷去看过我女儿。记者们又问，我看你们家的条件不错，原来不是你老公的钱？不是，我靠做小生意攒了点钱，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。我可怜巴巴地说道，我请你们来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帮我。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？他们问。我与方律师对视了一眼，虽然我现在可以自力更生，一个人养女儿也没关系，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父亲，是不是应该尽责？还有，就是想他回来。有个记者问道，可是我听说你已经报案了，说你老公和其他女人重婚。我露出无助的表情。是啊，我只是想他回来。如果法院也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是不是他就会回家了？记者们沉默了，他们眼里也露出了同情。就在这时，女儿不高兴地说道，我才不要爸爸回家呢。为什么呢？一个记者问道。女儿看了我一眼，爸爸说了，他不喜欢妈妈，他喜欢阿姨，不会回家的。他和阿姨对我可好了，我比其他同学都多一个家，多好啊！为什么要他回来？记者们想要解释，但看着女儿那愤愤的小脸蛋，却又不知道如何说起。我心中笑了，很好，女儿的话就是佐证了前夫和那个女人重婚，并且恶意引导我女儿。采访结束后的第3天，报社和电视台几乎是同时发布了有关于我和前夫的新闻报道。在新闻报道里，记者们甚至知道了我婚前等待前夫5年的事，也都写了出来。一时间，整个城市都知道了前夫抛弃妻女和别的女人姘居，而我却还痴心希望他回归家庭。有不少看到新闻报道的好心人，还特地找到我，希望能够提供帮助，也有捐钱捐物的，我都拒绝了。钱我不缺，帮助我也不需要。大概是因为这样，在口口言传中，我成为了自强不息的独立女性。还有一些女性朋友隔空喊话给我说，前夫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我伤心，还是尽早离了的好。而前夫和那个女人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狗男女。新闻报道引起的舆论风波，也让不少人关注了前夫重婚这件事的处理进展。不少记者甚至会每天都询问审理的进展，这些情况都促使了案件很快就递交到了法院。1个月后，法院对我们这个案子优先开庭审理，并且是公开的。开庭那天早上，我一早就到了法院，此时门外已经围着不少人，有没有申请到旁听证的热心群众，还有来采访的全国媒体。他们看到我的到来，还有不少人大声地为我鼓劲儿。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后，就在方律师的陪同之下进去。有记者问，你知道你老公重婚罪判下来后可能要坐牢吗？我点头，平静地说，
我知道的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以前坐了5年牢，我都等了。这一次不管判几年，我都会等的。这句话成为了当天新闻头条的标语。前夫和那个女人被法院判定重婚，两人分别被处以了2年和1年的有期徒刑。一审的结果大快人心，所有旁听的热心群众和记者都鼓起掌来。至于我，则要开始第2步的复仇。2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在前夫即将出狱之前，我去了他的单位，利用他们单位同事对我的同情，拿到了他从离家出走开始至今所有单位发他的工资和福利账目。方律师则是帮我调查到了前夫名下的所有银行卡。我拿着结婚证和身份证，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查到了他所有银行卡的流水明细。在比对了银行卡流水明细和前夫的工资福利总金额后，我又有了新发现。前夫每个月赚的钱自己留了1/3，另外2/3都打给了那个女人。这和前世那个女人所说她养了前夫的话完全不同了。所以事实是，那个女人没有正当职业，她靠前夫养着。她甚至在出狱后也是靠着前夫之前给的钱过活。我以不当得利起诉了那个女人，当然媒体朋友们也跟进了这个事情。法院判了，让那个女人把她的所有不当得利必须返还给我。那个女人气急败坏地冲到了我家口，大喊大叫：“你这个婊子，你想我逼死我是不是？”我没开门，直接报警。看着他在周微信搜胡景浩800分号室为邻居的议论中被警察带走。不多久，他的邻居大妈打电话给我，可高兴了。哎呦，他的房子被法院查封了，听说是欠了钱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他欠的就是我的钱。强制执行的请求也是我委托方律师帮我提起的。方律师和我经历了2次官司之后，他问：“你现在追回了你老公给出去的钱，你就不怕他出来后和你离婚，要求分你的房子和财产吗？”房子是单位发的公房，承租人早就是我了。这个房子就算是离婚，也是不能分割的。至于财产，早在我开始赚第1桶金的时候，就把钱存在了父母的名下。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儿，这在多子多福的年代其实是很少见的。前世因为我执意要等前夫，并且最终嫁给了他，父母和我断绝了来往。我重生回来后，就去了父母家认错，之后又把赚的所有钱都放在了他们的名下。你也知道，我的店都是我妈的，我只是给她打工，她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女儿而已，我甚至都没有存钱。前夫想分钱，1毛都没有。方律师露出了敬佩的眼神，我们相视而笑。前夫出狱后，第1件事果然就是来找我说离婚的事。我和他坐在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我要和你离婚。好，前夫眼中露出惊诧之色，仿佛不敢相信。你同意了？当然，可你不是在新闻上说会等我？对，我说的是等你坐完牢啊。我笑了，只有你出来了，我才可以和你离婚吗？前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捏着拳头说道：“好，离就离，不过你从张贺这里拿去的钱，你现在还我，那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。”他怒了，拍案而起：“你特娘的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是老子的钱，和你有个毛关系？你拍桌子也没用，你和我又没有离婚，你赚的钱就都是婚内财产。”我嗤笑：“法盲，就这样还想和我离婚呢？你不问问清楚的吗？”前夫瞪着我，重重的连说3个好字，起身离开。晚上我去接女儿下课，女儿问我：“爸爸说你把他的钱拿走了，所以不能给我零花钱了，你快点还给他，
不然我要生气了。你不是想去香港玩？放假了我就带你去，用爸爸的钱。我补充道。女儿眼睛一亮，不再缠着我，让我换他爸钱。前夫大概以为可以用女儿拿捏我，可他没想到吧，他的女儿和他一样，生性凉薄，见利忘义。前夫没有等到我主动还钱，终于坐不住了。在我带女儿从香港回来的第2天，我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前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要求和我离婚。我看着传票，不禁露出了怜悯之色。前夫终究是文化水平太低了，也对，当年上山下乡回来，他就在社会上混了，压根没在上学，单位也是顶了他老爹的职，做个看门的而已，他能有什么文化？起诉离婚对他一点利都没有。不过既然他起诉了，那我就接住吧。法院庭前调解那天，前夫在法官和书记员面前各种卖惨，我真的就没想过他是这样恶毒的人。他告我重婚，害我去坐牢，这个不要脸的女人。我现在工作也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都是他害的。法官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只要他和我离婚，把我的钱全部还给我。法官问，你就这2个诉求吗？前夫想了想，还有他的钱，我要分一半。他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吗？那他的钱我也要分一半。还有他开的那些店也是。法官严肃地说道，你要求平分夫妻财产没问题，但是你的钱也是需要分一半的。凭什么？前夫怒问。他都没和我住一起，没伺候我过，凭什么我要分一半给他？就凭我和你是夫妻？我笑笑，这不公平。法官露出无语的神色。法官，他之前重婚，属于婚姻过错方，还有结婚这么多年，孩子都是我在抚养。我的诉求是不分钱给他，还有就是他的钱全部拿来作为对我的赔偿和抚养费。我呸，不可能，我不会给你的。你想得美。前夫暴跳如雷。法官和书记员看着前夫那瞬间暴走的样子，知道调解是不成功了。他们询问我的意向。那就开庭吧。我说。前夫恶狠狠地说道，开庭，必须开庭。你别想从我这里拿走1毛钱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拿不走呢？我笑，实际上他的现金都已经经由法庭账户打给了我，开庭对他只会更不利。当然，我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，和他一起上了法庭，来处理我们的离婚事项。开庭那天，前夫带着那个女人一起来的。那个女人用恶毒的眼神看着我，你就算再怎么闹，峰哥还是和我在一起的，我不会关注我不要的垃圾，最后到底在哪里？我说。前夫怒气冲冲地指着我，他抬手要扇我。你骂谁呢？再给老子说一遍，你想打我的话，那就是家暴。我指了指法庭的方向，你想多给我点钱，我不反对。前夫顿时偃旗息鼓，他憋屈地拉着那个女人先进了法庭。方律师站在我身边，轻轻地笑了。你真是他们的克星。开庭审理的结果跟我和方律师之前预测的差不多。法院判定我们离婚，因为前夫有重婚的不当行为，属于过错方，判定只能分割并获得夫妻共同财产的1/3，并且他还需要付给我抚养女儿的钱，累计7年。那1/3就是我从那个女人那里拿回来的10万块里的1/3。前夫和那个女人顿时气疯了。前夫当庭就气急败坏地喊着，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，你怎么可能1毛钱都没有？我微笑以对，我妈养着我和我女儿，我怎么可能有钱呢？那些店铺我都知道的，都是你的，那些人都叫你房东。前夫叫嚣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定会拿到证据的。那个女人附和，你别想独吞我老公的钱，我等着。然而
直到过了上诉期限，前夫都没有任何动作。我以为他是放弃了，也就没放心上，直接准备收尾工作，那就是我现在和女儿住的这套房子的属性问题。前世我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把公房买下的，这也给了前夫要和我分割房产的机会。现在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正好房改的政策也出来了，买下房子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忙了一小段时间，终于拿到了房子的产权证，特意邀请了方律师一起吃饭。方律师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消息，你前夫杀人了。我微微一怔，杀了谁？那个女人。方律师点头，他们2个人因为钱的问题闹起来，你前夫被张鹤扇了一巴掌，2人就打了起来。然后呢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他是误杀。不是，你那前夫拿刀子砍死了张鹤，还分尸丢到附近的垃圾桶。警方定性是故意杀人，因为他吵架之前磨了2、3天的刀。我闻言不禁叹为观止。前夫3进宫，这次他以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。行刑那天，我带着女儿去见他，前夫看到我和女儿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和张鹤过得很好，而你被车撞死了。我看着他，你梦到的是前世，是吗？前夫狞笑起来，真可惜呀。是啊，挺可惜的。我轻轻地说道。如果我不是重来一次的话。前夫眼中闪过不可置信的神色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向站在门外的女儿。你爸爸要走了，跟他说再见。女儿却暴躁地骂道：你这个杀人犯，你害我在同学面前丢面子，你去死吧，死得越快越好。前夫眼中露出了震惊与伤心。芳芳。女儿扭头就走，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。我对着他包含深意地说道：你放心，你死了之后，我会好好培养你的女儿。前夫看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，转身离开了监狱设置的告别室。前夫被执行死刑后，我实践了我对他的承诺，好好的培养女儿。女儿初2的时候，认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，到处惹是生非。我不再用钱帮她摆平，女儿心生怨怼，离家出走数次，但都因为没钱，最终灰溜溜的回家。中考后，女儿连个正经的职高都没有考上，她告诉我要和她的混混男友出去混社会。我没同意，告诉她等你18岁之后，我可以不管你。女儿答应了，但她对我的话阴奉阳违，暗地里和混混男友到处惹是生非。某天，她跟着混混男友去一个高中收钱，那个被他们敲诈勒索的学生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，突然抓起路边的砖头抱起反击，混混男友被打伤逃走，而我的女儿则是被那学生一砖头砸得脑袋上一个血洞。我赶到医院，医生告诉我女儿她脑部受伤太严重，施救太晚，终身需要维生系统维持生命。换言之，她成为了一个植物人。我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忍痛断了她的维生系统，送她离开这个世界。而我从此以后将真正的开始新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